你怎么样？好多了。真是造化弄人啊！没想到我赵氏门宗的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你的手里，妖师竟然和妖生出了孽缘。他不是妖，他救过很多人的命。别跟他废话了，这混蛋要听得懂，他就不是混蛋。罢了罢了，我叫你叶灵寺。当真？我问你，赵家枪的起手攻防是什么？赵家的基础枪法攻防各有4式，攻有刺、点、扫、挑，防有格、拨、架、挡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就这些？还有别的吗？你说的这不都是废话呢吗？哪家的枪法不是刺点、扫挑、胳膊架挡？张家强可以，李家强也可以，连县太爷的衙役、村官下面的狱卒都能使这些招数了，可笑，真是可笑。你告诉我，就凭着这点招式，能让赵氏门宗成为威震天下的名门吗？我真的受够你了啊！你要教就赶紧教，别教之前还得耍个帅，行吗？虎子，不得无礼。还算你懂点长幼尊卑，小虎仔。若不是这里地方小，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了。我传着家门秘学，不把你的耳朵刺聋，已经是对你格外开恩了。我太谢谢你了，你说的话我现在一个字都不想听。你们聊啊。先祖，您刚刚指教的是，舒心同愚钝仍不能悟道。属于赵门宗的独门招式究竟是什么？你说过，在你打黑风的时候，忽然悟出了雁翎闪来。那雁翎闪的真谛是什么？首先气运下盘，前步屈，以左髋为轴。等会儿，谁问你心法了？我问你，用雁翎闪打败黑风的时候，真谛是什么？出其不意。当时黑风与我和父亲已对战了数个回合，他早已习惯了枪声与他之间的距离，所以他料定我出枪的那一击是断然打不到他的。后面，我突然变换步伐，瞬间改变了枪声与他之间的间距和方位，他才猝不及然地被我打到，最终被击杀。不错，差不多是这么个理儿。枪法的根本在于变，变，枪可长可短，可刚可柔，可直攻也可横手，这是任何其他的兵器所不具备。而变的要义在一个转字上，将体内之精元汇入到枪身之上，将己之元神与彼之器皿相连，这样才能通其形于万殊。你只有领悟到这一点，才能忘掉所有的条框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精元，但我一直以为枪法是靠体术见长的。妙之千里，是人都有精元，那些妖师们就是靠着精元修炼法术。如果我们使枪的人只是靠蛮力，那岂不吃亏？只有用精元之力挥到枪身之上，变为自己的第3条臂膀，才能如臂使指。你试试。但是我从未将精……心疼，你可以试一下气沉丹田，感受体内的精元，再感受外界寒冷的气流融合起来，以阴养阳，以阳化阴，最后再以真气释放出去。这便是法术修行中感引融放的放字诀。感引融放，听着耳熟啊！齐人让人教你的？我自己悟的。说实话，大老爷教我的。是那支紫金兰毫笔。没想到，齐无极的笔也成精了，这都什么世道？看到了吧？这枪若有精元之力，
所产生的威力便会数倍增强，任你对方有多大的力气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这么厉害啊？当然厉害。当年黑风不知天高地厚的跟我挑衅，我便用这一次刹那间给他来了个对穿，哼，他连一招半式都没来得及使出，就这点事儿又开始。先祖，但这枪身如何像您刚才那样旋转如风呢？真是笨。自然用你的精元之力啊！人体内的精元脉络就像是一条有着无数分支的江河，既然本质是水，那么它便可以产生无数种的形态。它可以是一股浪，一条瀑布，也可以是一团漩涡。你若学会操控它，它便可以像漩涡一样旋转起来，然后带动枪身自行旋转。切记，刚者易折，唯柔者长存。没想到这精元还能这么玄妙。那是自然，你跟一支笔学的法术不懂也正常。来吧，开始练。今天我一直在想，当年的先辈们在这样炼狱般的环境当中，到底是靠着怎么样的意志力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，才得以生存？其实我觉得，这巅峰谷，并非一直都是这样荒芜。何以见得？你们看这周围，到处都是枯木残枝，礁石山岩，仿佛是一瞬间被摧毁的。这巅峰谷之前，肯定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。你的意思是，500年前此地并非如此，是经历了那场大战之后，才变成如今这个地貌的？没错。当年先祖斩杀妖帝后，妖帝之血变成烈焰冥海，摧毁一切。这巅峰谷，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当年的惨烈，难以想象。确实，如今奇怪得很，白天像个火炉，晚上像个冰柜，也不知道猩红和虎子他们耐不耐得住。国王，你率领千羽国众人来此，肯定不能出任何差池。现在外面黑洞洞的，万一陷入流沙之中，那就不太好。那他俩怎么办？小云子说的没错，雨倩，你在这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我跟莫姑子先去前面探探路。当下这个情况，你们也一样凶险，耽误不得，一起去。那就一起去吧。你现在根基太浅，虽会控制精元，但想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，还差最关键的一招。看好了。看到了吧？这便是精元之力的妙用，如风如水，以无形而生有形。这与巅峰谷内的流沙地很是相似。没错，你眼睛挺尖的啊。这流沙之地似乎蕴藏着整座大山的能量所运转的，和我说的殊途同归。不是老祖宗我不教你，要想让这精元之力释放自如，不练个10天8天是肯定不行的。慢慢琢磨吧。安隐容放，如风如水，有形似无形。刚者易折，柔者长存。你要懂得控制好精元的分寸，否则水会变成洪灾，会冲毁堤坝的。即便枪再好，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晚辈明白。好吧，可以拿枪练了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白药，能钻土入地。它的弱点是耳朵。他们数量太多了，掩护不行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快撤吧，换条路。没事，只要不发出声音，他们就不会惊喜。
行是这么个行，但想要形神兼备，以你平平的资质，还得练上个10年8年。不过以你现在的本领，打碎一面区区的石壁还是不在话下。行吧，算你练成了，带上你的小情郎走吧。多谢先祖的教诲，心头没齿难忘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自己之所以还有一丝元神尚在，就是为了500年后跟子孙相遇啊。也好，反正这破石洞我也待腻了，就由你将赵氏的绝学传授下去。记住，这次不准再失传了。是。先祖您。心头，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这就是燕灵祠的威力吗？你这个先祖有点本事啊，心头。虎子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我好困。不要睡，心头，马上就到了，坚持住啊！你是3军统帅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虎子，我好困。我们走了多远了？走了好远了，马上就要到了啊！入云村、八宝镇、伏龙都城、千余国。我们都到巅峰谷了，我们真的走了好远。对呀，我们走了好远，都是被你带领的。你不能睡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讲呢。你现在说，我在听。好，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不要睡啊。你还记得来之前的那天晚上看星星吗？记得。其实那天我是想跟你说，如果我们都变成星星了，我会变成你身旁的那一个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照耀你，永远陪着你。但现在我们要一块走出去，好吗？啊？好。等我们出去之后，回到八宝镇，我会在赵府门口开个小饭馆，每天你练完功之后，来我这里
我给你做几个好吃的。你喜欢扶桑花树，我们就种满扶桑花，边喝酒边赏花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后的片刻温情，辗转流窜，等一人成梦浮生。对你的爱忽然一沉，有太多寒语言未完。若是深情这算，再无来生，生一世遥远。我们已经走那么远了，巅峰谷这么大，领我们几个去找虎子和欣桐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大海捞针怎么了？就算是大海捞针，也得找到他们。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一路走来，景色都在变，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一样，所以我很着急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地方的风景和我们与乌里丹相遇之前的风景很像？小轩，刚才你在这里是不是画了个箭头啊？没错，这箭头确实是我画的，但这箭头怎么会掉了个个儿？整个岛掉了个个儿。整个岛掉了个个儿。看来过了2个时辰了。那我们现在往哪走？这条路是我们之前走过的路，而这条路是我们过来的路。眼下只有这里没走过了。走。且慢。前方道路有中空地带，我们贸然前行会导致地陷。可是这儿跟之前走的路并无区别。小心！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们看，那里曾有干涸的河道痕迹，说明地下曾经是运有水源的。河道枯竭以后，便会导致地下产生空心地带，我们走上去便会导致地陷。这就难办了。那既然此路不通，不如我们绕道而行。不，这周围都是高山，我们若是翻山越岭，不知要花多少时日才能到达了。若是被妖怪埋伏的话，就更容易被打散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居伦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沙地，所以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你们看，这些藤蔓和草木都喜阴喜水，而且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，所以它们生长的地方一般都会有地下河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避开这些枯枝烂叶，我们贴着山走，就能规避地陷。是这个道理，但不绝对，还要靠听。听？是，我们居伦国有一种专门探测地下河流的工具。常大枪。大首领，拿工具探路。好。怎么样？地面的确是中空，唯有石壁一侧回音较小，那里可能是咱们唯一的出路。好，那你在前面带路。嗯。虎子，欣桐，虎子，虎子，欣桐，虎子，欣桐，虎子，欣桐，虎子，你们看，在那儿。你们既然远道而来，便好好欣赏一番这儿的风情吧。
真没想到，这满是沙漠之地，竟有如此一处奇景。奶奶，小轩，奶奶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遭遇妖怪突袭，还好没有伤到脏腑。二掌柜在，让大家在这片空地上原地休息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前方休息。我先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嗯，来，大家都来帮忙。小心，小心啊！奶奶，我们到巅峰谷不到1日，就遭遇这么多袭击，恐怕这血色瀑布里面会有什么机关。我们就这样过去，怕是中了一枚的下怀。合则生，分则死。若是走散了，反而更容易被一枚逐个击破。眼下敌暗我明，唯有我们群策群力，闯他一遭了。奶奶所言极是。越是危险的时候，就越不能乱了方寸。幽潭谷，幽潭谷是？我曾在流传的典籍里听过这个名字，据说是白虎的栖息之地。那座山，应该就是妖帝之所，双生山了。统帅他怎么样了？他们需要休养，尤其是少统帅，他的伤比较严重。他是为了救我们才负伤的，当时应该留下的。你也不用过于自责，我们既然选择来到了这里，伤亡是在所难免的。莫公子，奶奶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太好了，是上好的良药。如此一来，有个1天的时间，他们就可以恢复8成了。当时我们要是再晚到一会儿，他们就彻底被埋在沙土之下了。我刚刚帮他们诊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体内的精元之力好像有了10度的长进，像是原来细流般的精元脉络，如今朝着一个地方汇聚旋转，像汇成一条大河似的。也不知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到巅峰谷之后，我这魂灯闪烁的越来越激烈了。这几日你的力量消耗太大，加速了元神的消散。如果你的元神不能马上回归肉体，恐怕撑不了几日了。我知道，但是颜跟一美不知身在何处，而这巅峰谷又处处暗藏杀机，我们……你们也听见了？嗯。什么东西？这花生的古怪，必定有诈。大掌柜，咱们4处守卫的妖师全都不见了。营地面前出现一大片白色的山茶花，这些花白天还没有。果然不出我们所料，有人想阻止我们靠近血色瀑布。奶奶，你说这山茶花会不会是一美所设？当日伏龙大乱时，我与他交战，他居所处种的都是山茶，除了他没有别人。终于要找到他了。二掌柜，你通知大家不要靠近这里，等天亮之时，我们再一探究竟。是。方才我看到这山峰上有银光闪烁，不知和这阵法有没有关系？奶奶，我想先带一队人马探一探，一旦这阵法结成，再破就来不及了。好，莫公子，你与他一起去，
这样你们还有个照应。是。这寸草不生的荒地里，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片山茶花林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山茶花林，而是这些山茶花包围了我们。别动！不要触碰那些山茶花，一旦触碰，它们会放出枝蔓不实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一种独特的异株，名为迷魂花。我听家里的老人说起过，日出红花摄人魂，月出白花吸人血，朝夕之间皆凶悍无比。这种异株已经绝迹了上百年，没想到在巅峰谷根生了。莫营帅果然是见多识广。一美。齐公子别来无恙啊？怎么，不习惯本座精心为你准备的那副躯壳，竟又换了个身子？等等，莫营帅还是老样子。你手上所戴的是西门苗苗的千丝万缕吧？斯人已逝，你却仍是痴情不改，真是让人感叹了。别冲动，这山茶花阵，分明就是他设的陷阱，意在引我们进去。别中了他的计。所有人，迅速撤回营地。是。诸君又何必来去匆匆？既然执意要走，就让这茶花林送送你们吧。春早不招桃李急，岁寒不受百花清。说的就是你吧？没关系，别人不喜欢你呀，我喜欢你。主人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山茶花，我把它带回来了。仙农。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伤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之前在都城对付风妖的时候，你还说我拿性命不当回事儿，那你呢？在他们眼里，你是三军统帅，
是大师帅，但在我的眼里，你就只是心头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得活着回去。你说的我都记着呢。嗯，啊？你真的会在院子里种满我喜欢的扶桑花树？会的。等我们打完这一仗，我们就一起回八宝镇，好吗？这山茶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是啊。大掌柜，大哥，虎子、欣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好点了吗？多亏了您的药，我们恢复得很快。那也不可操之过急，还是要静养才是，尤其是欣桐。是啊，妹子。各位放心吧，我已无碍。这巅峰谷处处都是危险，我们等待的时间越久就越被动，还是赶紧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吧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眼下，我们要解决的是山茶花。山茶花？对，就在你们昏迷的时候，又发生了怪事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很多白色的山茶花，而且它们的藤蔓还会肆意伤人，阻止了我们前往血色瀑布的道路。现在大家都为此事正在发愁呢。应该是一梅部的法阵。一梅来过？没有，但小轩已经带人在前面一探究竟了。那这山茶花法阵可有破解之法？还在研究。此花生长速度极快，刀砍火烧都无济于事，很快又会从土里冒出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阿雅，小心！你是我阿雅的男人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们不要靠近这些山茶吗？我没靠近，刚才出来小姐，这些山茶花就从我脚下冒出来，把我缠住了。那些山茶花快开到营地里去了。刚才还相距百步，一眨眼的功夫都开到这儿了。这个阵法在不断变大。不知道小轩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？我去找他们。不可，此时踏入这山茶阵法，无疑是送死。再等等小轩他们吧。对，这些藤蔓的蔓延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得让大家马上后退。好。大家小心，赶紧走。没反应了，怎么还变色了？小心有诈，先不要靠近。好香啊！怎么回事？大掌柜，那些山茶突然间变成了红的颜色，还散发出很香的味道，凡是吸入者都不省人事了。反正闻了一下就这样了，您快看看吧。是中毒了吗？无碍，只是昏睡过去了。二拽，二拽，二拽。哎，你别叫他了，约摸着得1个时辰以后才醒。我们现在离山茶法阵有100步之远，但一旦起风，香味传过来，全军将会陷入昏迷。这到底什么花啊？这么邪性！迷魂花。
你们怎么样？我们还好，板砖闻了一下花，就这样了。轩儿，你们有什么新发现？这山茶花阵是一梅所设，我们在前方遇到他了。你们碰到一梅了？没错，他故意引我们入阵，没办法，只能先退回来。你方才说那是迷魂花？不错，我也是因为看到它白天夜晚两种形态，才确定它就是迷魂花。相传，100年前有人培养了此种山茶一株，并以此花研究出独特法阵。此花白天为红色，会释放出特殊气体，使人昏迷；夜晚变成白色，花蕊中有骷髅图案。虽然没有了白天致人昏聩的气息，但是其根茎和藤蔓就会变成杀人利器，将人拖入地下，成为滋养它生长的花肥。这一梅可真够阴毒的。我听闻过这种法阵，没想到一梅居然用这种法阵来对付我们。此阵可有破解之法？此阵失传已久，凶险异常，白天和晚上都不可靠近。刚刚说这山茶花白天为红色时，没有攻击性是吗？不错，但是人一旦靠近，就会昏睡晕倒。我有一法，我身体异于常人，没有嗅觉神经，闻不到花香。白天我可以一路前行，找到阵法关隘，攻破此阵。不可，你元神渐弱，不能单独行动。这法阵特殊，不知一梅在此设了什么陷阱。是啊，绝对不可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要去也是我陪你一块儿。这样，我有一法，只需将银针刺入后颈穴位，便可以短暂的封住嗅觉和味觉，免疫迷香。而且，这山中必有一株是山茶母体，其他的山茶花都是依附它而生。万物皆有因，万物皆有根。只要我们找到这株母体，将其铲除，便可破此法阵。不愧是莫谷子啊，怪招就是多。那赶紧刺吧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不行，你伤还没好呢。我已经好了呀。那也不行。你刚刚不是还说，活着就一起回去，死就葬在这儿吗？你退缩了。话是这么说，那不就得了？哎，一梅诡诈多端，这次你们切勿冲动。我们开始吧。哇，真的闻不到了。莫谷子，你真神啊！你们见到一梅的时候，见到那个盐了吗？没有，就一梅一个人。我们都已经登岛3天了，之前一梅一直与盐在一起，怎么这次没有他的踪迹？他肯定藏在哪儿了。这次不要手软，见到他把身体抢回来。等我找到他，我会跟他聊一聊。他想不想跟你聊啊？他可是不顾手足之情，把你困在木偶里啊！话不能这么说。8年前，我何尝不是把他困在魂境之中？唉，等找到一梅，找到盐再说。我们还有多远？应该快到了。大掌柜，与其这样坐以待毙，不如让大家先往后撤。要起风了，我们撤退的速度赶不上风的速度。这迷香吹过来，撤退途中昏倒，到了晚上藤蔓袭击，我们毫无反击之力。那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我带人过去把他们砍了便是。没用的，他们还会找。二掌柜，在。你配合我在这里布下结界，让将士们在结界内不要出去。是。结界？这结界能撑多久？到晚上没问题。麒麟神，你一定要保佑虎子他们平安回来。这什么也闻不到，太难受了。天快黑了，按照出发的时间算，我们应该快到了。那这母体应该就在前面了，赶紧走吧。
要怕，别忘了你是为了救你爹才来的巅峰谷，不要被这点威胁吓到。我没怕，这要是明刀明枪跟妖邪对战还好，但这些花太邪门了，一会儿迷香一会儿藤蔓的，都不知道怎么对付。那你这胆量还真该练练，学学虎子他们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闯法阵，他们的处境比我们危险得多。他们不一样，阿娘可是虎。什么？糟了！程经年。结界修好了，大家别慌。二掌柜，你安排人将这些晕倒的妖师先带回营帐。是。